依持正见，倡导实修。智空禅师开示：佛教的现状。一，有人说，现在网络有讲述佛教的最高领导不守戒律的问题等等。了解的人如果自己没有智慧，就会对出家人、对佛法失去信心，很多人因此不学佛了。智空禅师开示，某些方面来讲，这也不是个坏事，这对可能导致的佛教的清理整顿很有好处。因为现在的佛教确实需要清理一下。你想想，现在我们佛教的现状，假冒仁波切满街跑，化缘的假和尚在世界各地满大街化缘，附体要挟公开网络传法，娶妻生子的假和尚霸占寺院，而真修实务的法师却无立足之地。旅游区以售卖门票为目的大建景观寺院，如此种种，这难道不是佛教兴盛之后的泥沙俱下、混乱不堪、缺少管理的现状吗？借此让政府出面来管理一下，是多么需要和及时。而此时某法师破戒的行为恰恰就是一个契机，他可能没想到他的反面作用对佛教起到了好作用，反而提供了一个佛教重兴的机会。至于人们的信仰问题，那倒不必担心。信佛是相信佛陀当年解释出来的真理，并且依之而达到自利利他的目的。如果盲目的把没有证悟而有宗教地位的人当作真理本身，进而以个人行为的缺失牵言于佛教的正确与否和是否值得信赖，那这样的信仰本来也是不智的表现，不是佛教倡导的。佛陀在世时就有各种破戒的出家人，没什么奇怪的。佛陀当时警告他人不要向他们学习，同时又说出破戒的坏处与未来的果报，这就是对现在修行人的警示。所以当时有破戒出家人出现，才导致戒律的产生，对现在来说也是个好事。境由心造，佛自心作，成就必须要从自心入手，而不由他人行为的好坏来决定。二，有人问，参与文化传媒与慈善事业的传播，对自己的修行有帮助吗？我也经常听经闻法，想达到真实的佛法的究竟处，该如何修？智空禅师开示，现在大家普遍出现两方面问题。第一，指导思想上来说，你们一开始由于刚入门，或者入门后还没有正确把握佛法的精髓思想，先参与一些基础类宗教体验的慈善活动，或者更广泛的文化类传媒活动，是可以理解的。虽然这些活动是佛法的导引或者是基础，但你们的问题是一直在重点倡扬慈善以及文化传媒活动，而不继续深入佛法的重点。佛法的精要部分就是不同于一切外道的慧学，并依此慧学而究竟解脱轮回，而不是积累慈善功德以及文化传媒活动的这种人天福报。指导思想上的主次颠倒，把佛教里次要的辅助事业当主业来搞，不是很恰当。第二，教法实践上没有闭关实修的倡导和参与，无法精准把握慧学内容，对空性没有正确观修体验。同时，讲法者不懂教法次第，割断了空性与次第的相辅相成，最后导致教法与实修没有联系。这种没有闭关实修的倡导和实践，导致无法帮助大家在解脱的方向上深入迈进。
以上的指导思想和教法实践两方面的混乱，就是你们的问题所在。你们这种修行方式需要修改，因为参与的大众，结果只是得一些人天福报，或者魔天福报，有可能是捡了芝麻丢了西瓜。